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特别小的指甲，比方说小拇指啊，或者是有一些女孩子天生甲板也比较小，口袋长得也比较小，我们怎么样去快速操作？那么我今天会使用这个迷你犄角旮旯组合打磨头当中的第一个这个圆尖头，这个粉色的圆尖头用来顶起口袋。那么并不是说每一次在操作前面处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很多打磨头，不是的。那么根据我们死皮的条件，如果死皮长得比较长的，我们要在操作口袋立面之前先把甲上皮剪掉。如果两边有硬老茧的，我们也有可能用到金刚刺头。那么对于皮肤两侧手指上没有什么硬老茧，口袋又比较小的，我们只需要考虑先把甲上皮推开了之后呢，我们把立面顶起来。那么由于口袋比较小，用的打磨头越大，越有可能造成甲面出坑，因此我们在操作前置处理，对于小口袋、小的指甲啊，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进行快速操作。今天我们来用一下这支打磨头。好的，首先呢，我们用钢推这个斜面推去推开我们的甲上皮，像这个比较粘得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这个斜面推去推开它。只要推松甲上皮就可以了。好，甲上皮推松了之后，我们用刚刚的那个圆尖头把我们的口袋打开，顺便把立面推起来。有些同学说，老师，推立面不是要用什么平头吗？为什么你说用圆尖头也可以推立面呢？宝贝们，我们来看一下啊，推立面指的是把我们的口袋立起来，但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指特定的某个打磨头，只要能让我们的口袋立起来，什么打磨头都可以，取决于当下这个打磨头跟我们的皮肤它怎么样，跟我们的皮肤立面接触的面积越大，它越能立起来。但是相反，如果说你用这种比较小的尖的头去对着口袋尖的去顶它，它就很容易造成口袋内部的探身式的受损。即便是用缩形头能不能推出立面，它当然也能推出立面，要求摆放角度是侧着摆放，它也能出立面。好，那我们来安装打磨头。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圆尖头来推起我们的立面，因为口袋比较小，我们可能在口袋里面操作的过程中只用这一个打磨头就够了。好，转速是2万到25000转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打磨的这个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打磨头都不要用尖去顶着它操作。但是呢，圆尖头由于它的头是圆顶的，所以你即便用了尖，它的问题也不大啊。但是我们尽量是用侧面去操作。看到这边也是侧面去操作。在操作过程中，记不记得我之前在直播间有跟大家讲过，走短线走叠加。什么是短线？来，这叫短线，1 2 3 1 2 3 1 2 3，然后走叠加，来1 2 3 1 2 3 1 2 3 1 2 3。好，把口袋左右两边的拐点给提起来，好，往外去进行划圆，然后把甲钩拉出去，这样子它基本上就干净了。如果另外一边右边打不起来啊，我们可以用换转向的方法。现在换成右边的旋转 R 的转向，同样也是的，用侧面去操作。侧面来看啊，侧面往外划圆，叠加式操作。OK， 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把粉尘扫掉。扫掉了之后呢，现在我们来去剪掉甲上皮。那么接下来我教大家使用这种死皮剪，这个叫做燕尾剪。如果你平时使用弯剪不是特别顺畅，就是像这样子的弯剪，你觉得使用它不是很顺畅啊，不太会用，只会用日式死皮剪的同学，那么我们就选择这种握式的燕尾剪。它的使用方法跟我们平时用日式死皮剪一样，是握式操作。那么再去使用弯剪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剪刀它的着力面在哪里。好，来看一下
剪刀的着力面在这个刀背，看到了吗？刀背的这一段2到3毫米的这一段，我们主要看的是刀尖的这一段的刀背的位置，然后让它跟我们的甲廓形成一个什么贴合的水平。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剪死皮。首先我们要立在甲面上，贴在立面上。什么是立？这是立，这是躺啊。立在甲面上，然后第一刀口，产生第一刀口之后往后面去进，看到了吗？产生第一刀口之后再往里面顺着我们的安全线去往里面去走。那为什么不能躺着呢？躺着会把这条线给剪碎掉啊，我们就立起来就可以了啊。好，看不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往前面去推一推，然后露出我们的安全线的位置，也是立在甲面上，往后面去直接顺着安全线去剪它，看这样子去剪它，一样再把它往前面拨一下，好，来再去剪它。顺着安全线去剪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前提你得把这个安全线给打干净啊。好，我们来继续啊，来顺着安全线去剪，看到了吗？这样我们的刀口它就是一个什么整齐的边线，看到了吗？刀口就是个整齐的边线。好，继续到拐点的这个位置，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看谁呀？要看剪刀的刀尖往前走，看啊，刀尖往前走，看到了吗？再继续，拐点的位置也是顺着我们的刀尖往前走，再进入拐点，然后顺着甲沟拉出来。好，这样我们剪的这个死皮啊，它的安全线前面的甲上皮就都被剪干净了。好，剪完了之后，我们还是用这个打磨头啊。对于小口袋来说的话，只要我们把甲上皮给推起来、推干净就可以了。好，还跟刚刚一样啊，还是用我们这个打磨头。甲上皮推完之后，我们要给谁去做准备啊？要用，一会儿我们还要把刀口打磨掉啊。那么用圆尖头去把我们的立面抛磨一下，方便我们一会儿去用谁啊？用圆形头去把刀口磨掉。看，是不是啊？来，再过一下，看看哪里没过干净的啊？看，是不是就干净了？好，右边我们往右旋转。因为给自己做的话，这个手指不好掰啊，它没有办法转过来。好，你可以往右旋转，用打磨头的侧面去划半圆式的操作。好，甲沟拉一拉，让它变得平滑一些。这边呢，然后甲沟拉一拉，把它拉出来啊。好，打磨头拉甲沟的时候，长的打磨头就平躺上面来回这样一过，它就干净了，看到了吗？啊，好，接下来粉尘去掉。好，粉尘扫掉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接下来我们把整个上面的刀口给它磨掉。接下来呢，我们使用前置处理液啊，前置处理液如果说你是做一双手的话，把它滴在杯子里面会更方便一些。我们每次使用的时候，只要把它放在虎口处，我用的时候我涂上去就可以了啊。现在也是，我用的时候我涂上去就可以了。OK， 好，接下来等待它微潮的状态。好，接下来前置处理液让它处于微潮的状态，太湿和太干都磨不掉，而且前置处理液要使用无油配方啊。你看，当你前面死皮剪得比较干净的时候，现在就涂上前置处理液，效果它已经很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打毛边啊，毛边和刀口，来看一下毛边刀口怎么打。转速是2万到2万5千转，一定是高转速。我们使用的力是轻轻蹭着的力。在打磨的时候，一定是先从哪里甲沟处的地方开始磨啊。好，轻轻的去蹭它，提着口袋，然后去把刀口找出来。刀口先找出来，好，刀口找出来了之后，看到了吗？再把这个刀口往上面去拨，一边拨它就一边掉了。为什么我这么轻的蹭它就能掉？首先第一个，
我的剪刀剪的安全线是当下刚刚好的，轻轻的去蹭它，蹭它，看，把它给蹭掉，蹭掉。这边也是的，转速高一点，手速轻一点，轻轻去蹭它。好，这边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刀口，把它给打掉。OK， 好。刀口磨掉了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第一指关节给它抛光。为什么我轻轻蹭它就能掉啊？因为我的转速高，而且我的打磨头排血力比较强。OK， 这样它就干净了，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把皮肤稍微清洁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它进行一个抛光。抛光的话，用这个硅胶头去给它抛光啊，用尖形的或者说是圆形的都可以。如果说口袋比较小的话，我们用圆形的就行了，会速度快一些。然后同样的前置处理液涂上去，微潮的状态下给它清洁干净。好，转速是12000到15000，动力比较强的用12000就可以了啊。好，来一样的。好，这样子就清洁干净了。好，我们把皮肤给擦一下。好的，我们把皮肤擦一下，来看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清洁干净了啊。口袋里面来看一下，口袋里面是不是整个它都是比较干净的状态？甲沟、口袋里面都是干净的状态。这种皮它越打越大，翻上去之后棱是不是在这儿的？那我们下笔的时候，着力点应该从哪下？你要从这里越赶，它就会越多，越赶越大，一大片会打成豆丝，甚至扎到肉里面去。我们刚刚说了，如果它变成一条线了之后，我们从哪打？从这条线的端点这里去打它，对不对？看，然后把它打回来了之后，再把它往前面去翻，能看到吗？看，一边往前面去赶，这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说的，这个死皮有可能因为你一边打，它就会变方向，变过来了之后，它现在棱朝上，你就从这个线段的上方去把它打回来，看，然后再过来，好，到这边的拐点，一定要把它超出你的甲廓打到外面去，打到外面去，再把那个棱给打掉，看，是不是？